大家好，我陈老师哈。那很久没跟各位探讨的元成功的相关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台北设定古迹林安泰古厝来各位稍微意象一下，以及说明一下我们元成功的一些新的进展事宜哈。这元成功老师还是讲一次哈，它是在我们临界的房子，临界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代表你有意识，或是你有一个生命在这个维度里面开始旅行的时候啊，那么元成功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啊，这元成功可能陪伴你几千年啊，几千年上它会不会都变化？它是会的。因为几千年以来啊，它会依照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按照你的功德不同，按照你的灵魂旅程的不同啊，它是会有一定的变化的啊。比如说你过去啊，你可能是土房子，但是呢，你经过几世轮回，功德也不错，你的房子可能会升级，对不对？经验值够了，可能就 upgrade， 那也有可能变成是砖房，也有可能变成是瓦房，也有可能是变成竹林盖的房子。那也有可能是高楼大厦，当然也有可能是像我们背后这种闽式建筑，也有了，就像是这种三合院啊，它也可能会有亭台楼阁、轩窗罗网啊，都会有啊，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房子好不好跟你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的现实生活的影响程度不会太大啊，不是说你的房子越好，然后呢你的这个这辈子过得越好，不一定了，那是你过去的成就。过去的成就，你在这辈子能不能用？嘿，这个是两说的哈。你过去的成就，那是你过去哈，跟你现在不一样啊，这个有差别啊，这个是有差别的一个事情。就像老师以前呢，有些贵客啊，他的房子是城堡。那欧式城堡，但是他这辈子过得不咋地啊，不然怎么会找老师呢？对不对啊？那很久以前案子，那个大概15年前以前的案子了。所以是说啊，他在来的时候，他这个过了有些状况，那但是他也没享受到他那个城堡给他带来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他这辈子的心魔啊，高过了是说他可以收到的成分。我们的心魔啊，就是来阻挡我们享受福报的一个无形之墙啊。在日本漫画来讲，叫做 AT 立场，就是你心灵的一个障壁。你会因为你的心魔而导致是说你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生活。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这辈子啊，毒鸡汤喝多了，毒鸡汤喝多了，就像房子进了虫，很多啊，我就是这个，我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等等之类的，很多网络上毒鸡汤哦，它其实就是放毒。对不对？不要说那个人是不是恶意啊，这个恶魔他们自然有自然去影响这个事件的方法，他会给这些人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们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真理的，然后呢就开始散布这样的说法。但是呢，这有害人伦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毒鸡汤还蛮多的啦。就是它房子就可能会有虫啊，会有一些损坏的事情产生。所以说啊，这个房子啊，它是我们在灵界中的一个房子，它是我们生命的根源。那与其说它是根源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去形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灵魂的具现化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灵魂的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状况啊，就像这个房子一样。那你心好啊，这个房子它就越坚固。那越坚固，代表是说你的意志强盛，你的一些吸引能量是比较好的。那你往上升级的状况是会有的。各位记得，老师一直跟各位去讲啊，我们不是为了求道，跟是修行，就是为了成佛成仙。我们本来就是仙，我们本来就是佛。哦，这个世尊也讲过，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现在是堕落下来成为人的，好，知道吗？我们是堕落下来成为人的。那么人吃过做不好，我们继续往下堕落。所以说我们回去，我们要修上去，怎么回家？你怎么向天上的家长跟证明是说我们可以？那代表是说你这辈子要做得够好。所以说老师今天来跟各位讲哈，那个元成功啊，它的好坏啊，不代表你现世能够尝到福报，而是你现世的行为啊，可以去彰显到你的元成功啊，他能不能过得更好，或是你在里面的金银财宝，你能不能去拿？每一个人在元成功里面，他有他的财库啊，他的有些是箱子，有些是财库，有些是一些小盒子。小盒子里面不代表少，因为小盒子里面有些是地契，有些是金银珠宝，对不对？你的那个财库里面可能什么都没有啊，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是说，你在现世做了什么事情，还有你的心态决定什么事情，来决定你去不可以去使用你元成功里面的资源。所以说，老师今天在跟各位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有先决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这辈子不是为了来修元成功，我们这辈子是来体现我们灵魂的价值。我们的灵魂价值越高，我们的元成功就越好。我们元成功越好，我们这辈子过得越顺，我们回到老家的机会就越高。所以记得你心境永远是你影响元成功的直接方法。即使是你找老师帮你代看元成功，我是代替你去看，我不是带你来看。我代替你去看元成功的时候，我能够做的事情只是事后的弥补。但是只要你的心没有改，你的行没有改，你还是听毒鸡汤，你还是很懒得给自己很多心魔。我帮你整理再好，它还是会坏掉。就像是怎么样呢？就像你的冰箱不插电，但是我一直给你放很多新鲜食材，它还是会烂在里面。
跟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自我的保持啊才是最重要的哦，这不是老师帮你改了之后，你这辈子是飞黄腾达哦，不要这样想，你不找老师改，你也可以飞黄腾达，只要你心对行对，那都可以。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继续看看我们今天的元成功探秘。一般元成功进来啊，它的门上面都会有它的一个门牌，好像它上面是写的是临安太古厝民俗文物馆。那一般来讲啊，这个大户人家你功德很好的，它上面才会名字在上面。那如果一般的不好的哈，那他就是像老师这种比较一般的俗人啊，我们的名字啊，他就可能挂在那个旁边的一个门牌上啊，旁边的一个两侧。那也有人是怎么样直接用贴的都会有啊。如果有改名怎么办呢？有改名的状况之下，他会挂2块门牌，然后在旁边会一个注明它的原名是什么。所以说这房子的地契啊，你日常生活所做的任何事情啊，都会在这边被记录到，好吗？所以说这个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你做什么好事，这边都有记录到；你做什么坏事，别人没抓到，这边也是记得很清楚的。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吧。那一般来讲，我们进来元成宫的时候，看到大概就类似这样。然后这个是大户人家，就是说你元成宫啊，你的功德很好，所以说你前面可能会有祠堂啊，然后会有很完整的三合院，还有一些什么树荫啊等等之类的，而且有些还会有耳房啊、轩窗罗网、亭台楼阁啊，这个是你之前的功德很好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这边很多路人啦，因为这边是古迹嘛。那请问一下各位，你觉得你的元成宫里面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在这边休息或在这边驻足呢？各位，你想一下，我等一下告诉你答案。答案是我们的元成宫里面是会有其他人在的。然后第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公公公婆就在帮我们元成宫做一些管理的人。那这种人的来源通常为2个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我们之前的人生旅途上面的亲朋好友，那我们曾经跟他在临界的时候递过契约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整理一下房子，那你帮我照顾好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官派的官派的状况是比较多的官派的状况比较多的。那就是说呢，就是他们会把临界一些闲散人口来帮忙，就是说你这个人他不再经投胎，那这个房子现在要人打理，那么他就官派一些清洁人员或者管理人员来这边逛一逛，有点像物业啦。但是呢，该怎么说呢？会不会尽责那是2回事因为就看你这辈子做的功德多不多。你做的功德多他就雨露均沾。那如果你这辈子做的事情不好，然后所以他们也会觉得是说妈一天到晚给你脸上抹灰，因为他们也会闲磕牙跟隔壁邻居在闲磕的时候就说你看你家那个主人操妈做这些鸟事唧唧歪歪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状况就是变成不好了，你知道吗？这个状况就变成不好了，他就觉得你都这样子，我干嘛帮你打理了？我干嘛助纣为虐了？这个状况是会有的。所以记得那个你现实的生活会影响到你的员工你的员工他们的一个心情你不要害他们心情不好那心情不好他就没办法做好，因为你常常去骂人，你知道吗？你常常去骂人或常常去批评人讲八卦，他们觉得脸上丢脸，你知道吗？他觉得你这个不事善与善行善，对，不要说你一日有没有三善的，就光你妈那张嘴真的是很贱的。所以说我就不应该去怎么样好好打理你，不然的话呢，把你打理好了就去骂人，对不对？那多掉价，是不是？就这里面是会有人的。那么第二种有人的状况也是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房子它是没有围墙或是你没有门的状况之下那这个状况呢就容易涌进2种人。第一个小小之辈来你家这边偷蒙拐骗的在这边去破坏来有资源他就拿，对不对？这个状况有没有？这个状况是有的这个是有的。所以是说修元成功的时候老师通常会特别去检视他的一个围墙还有一个门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去看的这个觉得这个锁有点快坏了，我就帮你换了或者你的围墙不好，或者你后面有漏洞什么的，我通常会先帮你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元成功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公公公婆之外，他不应该要有其他人。他如果有其他人的状况之下，对你来说危险性是很大的。那第二种状况之下是他进来的不是小小之辈而是什么呢？而是游客散人就闲散人等，他把你这边当公园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什么人会有呢？当然就是有一些做特种行业的，比如是说小姐啦，或者是那些伴游先生小姐你懂吗？这个有时候不能公开讲不好，我没有要得罪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这种行业的就需要很多人进他们元成功，那他们就可以赚这个游客的钱这是会有的。但通常我只能说你在这个赚的钱是会有，但是会糟蹋你原本的元成功的品质会下降。所以说你在这边赚的钱很快你只要是开放来就赚很多钱，但是你的晚年通常会比较糟一点通常会比较糟一点，很难得到善终，你可能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很难得到善终。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就是让别人来破坏你的元成功，你的灵魂的核心价值还有你的灵魂的一个稳固程度都被别人来去使用了。那在这个使用状况之下，就容易去产生什么？
就容易去产生啊，是说你的灵魂已经的品质就要被扣分，扣到后面了，那它可能就有些开始损坏啊，因为这么多游客，你没办法好好维护嘛，你又不是观光景点，对不对？所以是说，那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善终，甚至你在转世的时候啊，你可能过得也是非常辛苦。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有些时候也是被逼良为娼的这种状况也是会有。那逼良为娼的状况之下，那天地之间是有公平，因为他的人生度很长啊，你会到这一步，你也有可能是前世的报应这个也是会有。所以老师讲的东西不是绝对，当然通常老师会看现场状况来去处理啊，不是说你去做错了行业，然后你已经完蛋，没有，有些是前世因果，你是被逼的，你无奈的，或是你真的家里没办法有困难的，我必须做这件事情来去挽救现在的局面的。因为我们的这辈子的因果也是一样，你不会只做某一辈子做哪一件事情啊，我们得到这个结果，有时候就是长期以来就这样吧，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的状况。第二个是我们进来中堂那中堂进来的时候，一般来讲它都会有神桌。那是不是每个都有神桌是不一定的，有些人他是没有神桌的，那有些人则是有神桌的概率是比较高的神桌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信仰，或是跟我们有缘的神明，但是它跟你今年的信仰有没有关系呢？不一定有关系老师也见过很多，他本来是信基督教的，他的神桌上面供奉的是三清也有人供奉的是三宝也有人他这辈子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的神桌上面是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十字架就代表是说呢，这个万神都是同宗的你只要心里面符合别人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么累世你拜的神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做的事情可能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看元辰宫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要去注意到是什么呢？我们都要注意到是说你神桌有没有干净干净是什么？你的心有没有蒙灰心蒙灰的状况之下，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有时候就觉得很模糊，有时候我们自己失去了中心思想，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自己的一个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信念，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神桌意识还是就是不只是宗教给你的一些鼓舞，而是说你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或是你有没有追逐的一些意念、信仰，或是一些模式这个都是会有差的。所以我们在神桌的时候通常我们老师会帮你们把这个桌子擦干净该点香烛的点香烛，然后呢该去把它擦干净、拉干净要拉干净。有些的他可能佛像倒了或者是怎么样有蜘蛛网的老师会帮你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呢会让你有一些心情上的一些帮助，还有你的意念上跟意志上的帮助。那之后你自己有没有去砥砺下去，这个不一定要看你老师还是一句话，那个修于带看元辰宫帮你修理它就是给你维他命给你补助，但是不是说你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好吧？那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好吗？所以中堂部分是很重要的。而中堂部分我们中堂还会有旁边会有什么呢？我们会有一些可以坐的椅子，它中间可能就是太师椅。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莲台太古厝旁边它旁边两边都是太师椅。那这个状况之下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它有时候是在中堂，有时候会在有客房看你的房子的大小不一定。有些他们是有专门的会客厅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边我们看到说你这边带椅子的时候通常你比较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人际关系，而且椅子状况是比较好的。各位看那这边的椅子就比较干净，所以代表是说呢，他的客人来的时候交际之间他们比较有边界感。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中间会有主位主位旁边会有客位，那代表是说呢，我们主客之间我们都能够互相尊重都能够平等相处，那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好的椅子呢？不一定有些人椅子它就是沙发有些人就是茶几每个人这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有固定的。那它会不会特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呢？有，所以是说要看我们怎么样去整理的时候，我们按照它现实的状况我们给它做一些变化。老师拿这边的展厅来当做一个案例就是说呢，一般的人不会有这个耳房了，但是它这个代表是说它有一个会客厅，都是客人来这边会先来坐一下，有些人在这边会客的。那像这种耳房它就是说这边客人来这边先待着，然后呢等到主人方便的时候再把它带到中堂的地方去。那这个是你福报很大的人你才会有这个状态比如说这个就是卧房这个卧房就没有人都长这样的现在老师看到的几乎都是我们现在做的那个四角的床铺比较多榻榻米的很少，像这种床型的是比更少了这极其罕见的那老师来这边只是来一个举例说这个是他们这个卧室的可能的样子。那卧室可能样子呢，那男生女生比较不一样女生的话它通常会有一个梳妆柜梳妆柜或梳妆台或者缝纫机，那个是会有的。那通常男生的也是会有的状况不是因为他的性向问题，而是在于他们结婚了婚姻状况正常状况之下男生的房间里面通常都会也有一个所谓的梳妆台给夫人去做的。那么从房间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对婚姻的价值观，还有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
夫妻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哈。所以说呢，这有时候啊，在床铺上面呢，它会有2个枕头啊，甚至是3个枕头哦，3个枕头懂什么意思了吧？会有的哈，这状况颜色如果不一样啊，或者是他们的被褥有问题，或者是上面可能有些摆一些玩具啊，它都代表不同的一个状况。那通常我们做法当然就是把它恢复成干干净净的啊，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有时候床上面呢，哈，它只有2个枕头，一床棉被啊，很好，但是呢，它有时候旁边地上啊会有人在打地铺啊，地方会有人打地铺。为什么会打地铺呢？有一些身份不能见光的，他就只能打地铺。啊，不能见光的就是小三啊、小王啊，小王比较不会啊，都是小三哈，就是女性的第三者啊，小老婆第三者，她才会在打地铺。那打地铺的状况之下，当然就是说代表这个男主人啊，你在外面可能有金屋藏娇的意味去存在。但是老师先说，你不要想找老师付钱说啊，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老公有没有地上有这个床铺，我觉得他有小三，但是我不确定，所以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我一定拒绝你哈。那如果看这个过程发现了，那只能提醒他是说，哎，老公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啊，或者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那看到要不要特别把它收拾掉啊？收拾掉对他们外面的关系当然是会有影响啊，就是说有可能他这个关系就结束了，但是他会不会再放另外一床，那就不一定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不是说他只有那个女人的问题或者那个男人的问题，通常夫妻之间有关系啊，都是2个人之间有问题，他才有第三者来会介入，而不是说你今天那个一定是那个狐狸精害的，一定是那个小鸭子害的啊，没有，是你一开始就没有让这段婚姻有这个幸福的感觉，那么对方就当然会找他自己想要幸福的感觉。人都是一个利己跟自私的生物哦，你不要把人想得太高尚大，说真爱无敌，没有，真爱无敌是有前提的，那是有前提的，不是说你觉得真爱就可以了，好吗？所以说啊，都真的看到，我们问你这是不是稍微整理一下，好，那经过同意之后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是已婚的了，好，未婚的你不要问我，好吧？你自己搞不好就是了。那如果女生自己是第三者，或者是自己是小老婆的状况之下，她的状况会不一样，她的那个床呢，这个颜色它布局不一样，所以我这边不多说，避免有人拿这个老师的视频拿去过度解读，然后就拿去做生意，那这真的就不好了。所以我只能说，你的状态在这个元辰宫里面其实比较容易彰显，好吗？那我们把它整理好之后，当然你夫妻的感情或者是你的一些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你自己有没有再去后面去维护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帮你整理一次，你不能每个月找我整理啊，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打理好你自己的卧室？你有没有做好你们夫妻关系？你有没有做好我们的沟通要素？你该不该体贴？该不该的去照顾你自己的爱人？有没有用爱来去维护这个关系，就很重要。不要说我给钱就好，我给钱就好，他妈的，那我要你干嘛？对不对？谁赚不到钱啊？是不是？我赚的比较多啊，对，我很辛苦啊，我东南西北跑啊。有这种想法的男人你老婆不跑都很难了。好不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回廊哈，那这个回廊的状况之下是连通各个的房间里面的一个干道，一般来讲比较不会去看它，但是呢，从回廊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你运势顺不顺啊？运势顺不顺就是在你回廊之间能不能去通达好啊？有些人他在中堂那边到卧房之间，他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挡住了，代表他情感之间可能会有些纠葛，或是你过去的回忆给你沉重的包袱，那么你的过道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杂物，因为人生都是一个不断的往前进的过程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你把杂物摆在中间太多，就是你回忆包袱太多了，那你又不肯放下，不肯去清理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整体的运势，都很难的去往前。因为你没事去背一个那个小学的书包背到大学干什么呢？有意义吗？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中一、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所有东西的书本都背在背上。你说我这样子学富五车，我背到大学去，我更聪明吗？不可能，该放下就放下。我们可以记着，但是我们不要一直扛在身上，这会让你的过道都充满了挑战，你的运势你的通往幸福的空间的，而且还有成功的状况会越来越低的，好吧？放过自己，放过别人，不要再活在自己心魔里面了。好，说过道，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地方。当然，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卧室之外，有些人呢，他的房间里面会有小孩房，有小孩房的状况其实是有，但是也不一定会有这看状况。有些跟子女缘比较深的，他会有小孩房，但是呢，一般来讲是不会有的一般来讲是不会有的。那小孩房代表是你的子女缘那通常就是说特别有姻缘的，当然他就会在你的月辰宫里面形成一个小孩房，意思就是说呢，他已经准备好来当你的小孩，里面营造一个因果关系的亲子，好不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亲子关系是不是好的？有床的状况之下，大部分都是好的。只要看到亲子小孩房，
大部分状况之下你们都是累世因果，通常都是正面性的是比较好的、比较吉利的关系，那他才会在你这个地方准备一个这个房间。那这个房间也是因为你们之前的约定或之前的因果，导致说，我们这辈子继续来续我们的亲子约。那亲子约不一定之前你是亲子，有可能他是你的养的狗，有可能是你妈，有可能是你老婆，有可能是你之前的老公。也是你的奴仆都有可能缘分这个事情跟身份没有关系，大家觉得开心我们相处的很愉快希望能够再续前缘，有些是好朋友都有可能在你的元神宫里面支起一个这个小孩房。那这小孩房一定是你自己同意的，它不会自己凭空产生，好吧？一定是你之前同意的或者是说你的因果到了，判官觉得可以了你们这个之前所许诺的事情可以应验了，那就会产生一个小孩房这个状况不会少见但是也不是非常常见，就是呛死这个没有一定的，好吗？来，我们看其他的。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状况之下有一些房子它是会有天井的就是说它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向上采光的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天井。那这个状况的很少，就是说你这辈子的福报真的很好所以说你会有一个天井，而且它阳光一直照进来，而且非常的干净有天井呢，通常是吉利的不吉利的状况之下呢，就是你的心思太有一些龌龊或者是一些不应该的事情，那在天井就会把它占位置。不然天井一般来讲是接受恩惠的地方什么叫接受恩惠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上天下雨是不是就会进来了，那雷霆雨露是不是都可以在这边收集，那你有雨水你是不是就有水可以去用，对不对？等于说你可以进财，那阳光可以照进来，是不是可以去除一些邪祟是不是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的心太阿杂，你知道这个台语阿杂叫什么？就是太多一些不必要的垃圾在心里面，你没有去抒发它的话，它就堆在这个地方腐烂发臭，对不对？哪怕金丝楠木你放这边，它也是腐烂发臭。所以说一个人的心决定了你能不能承受福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吧？你再看下一个地方，看一下后庭后庭意思是它是后的别院。一般来讲你的元神宫后面的别院都不会像这个这么大这个是非常非常大宅门那一般来讲是不会这么大了，但是后门通常会堆积的一些厨余或者是一些水缸财星在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它也会有后门，有的人有后门，有的人没有后门。那通常有后门的老师会把它门给锁起来，因为你宵小之辈容易跑进来嘛。那也有的后门是洞开的，所以他钱都留不住。很多人那前面锁好了，然后后面他从后面进来了，他翻墙进来了。所以老师通常在帮你们整理元神宫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给锁起来我都会把它锁起来，然后上一些防盗的措施是会有的，避免你的漏财极大程度避免你漏财。但是你的心里面如果本身就没有这种安定感，本身就一直想要什么以小博大，我就是比较贪婪的状况之下，那么这个后门就容易坏掉，你知道吗？后门为什么容易坏掉呢？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撑不住你的贪欲了。所以说呢，它不是前面坏就是后面坏，那它的围墙也容易崩掉。所以人的贪欲是一直膨胀的，那你一直不断膨胀状况之下，你的围墙顶不住了，那围墙就垮了。围墙一垮了，那是不是别人就进来抢了，对不对？你以为你有的我是搏一把的，到后来你连裤衩都不剩，对，很多人赌徒赌到最后就是什么？赌徒赌到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回本。你有没有发觉到，我签很多赌我都输，然后赌徒天天输，对不对？到最后我只要能够回本，我就不赌完了，我就不玩了，对不对？问题是怎么可能让你回本呢？这就让你回本也是为了让你怎么样，让你心痒难熬，继续让你赌更多而已啦。所以说这个后门是很重要的东西，老师通常会帮你们整理好，通常的都会帮你整理好，但是能不能守住，那要看你好不好？我只是一个维修的，我不能够包售后，好吗？好，接下来我们看其他地方，我们又来到我们的厨房厨房当然就是我们生财的地方了厨房的地方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生火的地方像这个是灶台，那你有没有生火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东西就是你锅子里面你的锅子里面有没有水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有办法，锅子里面有水，代表是说呢，你可以煮饭吃，因为没有水你什么都煮不了嘛，懂我意思吗？这个一定要有水才能够煮，而且是你们生火的地方。有人是没办法生活的，是真的是有的，所以说他就赚钱就很困难，一直等别人送外卖，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只能一直去花大价钱去维持生活，就是你自己生活没办法做得很好，就得花很大的成本来去维持你自己的生计。但你本人可能一天只要吃个可能就是100块钱，那你可能花150块，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谋生的能力，你只能靠被喂养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一定会发生什么人身上？那个不一定不一定。有些的人他的厨房是被封起来的他可能就需要别人来照顾他，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些障碍的朋友天生就有障碍的朋友，他可能就需要别人来去照顾他，就他就只能一直不断的去吃这种福报是会有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就是你有没有水缸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室内的一个水槽还有一个水槽。那这个水槽旁边呢它会有一个缸看我们看是不是有个缸
好，这边就有一个缸，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有水缸啊，你的厨房才能够运作。那通常老师在看的时候啊，要么该补水补水，要不然嘛该补那个柴，好，就是木材的时候该补木材。这个是会补，那补了能不能要用多久，那看你啊，不是看老师啊，老师帮你补可以啊，但是你自己后来有没有更积极的让自己的财源拓宽啊？比如是说你有没有增加你自己的竞争力，或者你增加你自己的一些专长技能，那这个状况就影响你的财星啊有没有多少，财多不多哦，是代表你的进财的能力能够持续多久。懂老师意思吗？财多不多不是代表你能不能够发多少财，那么发多少财是看你的火候跟你的灶台的一个储量。如果你火跟灶台的储量是不够的哦，那么你财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细水长流，这 OK。但是你不能拿卡式炉想办法去做烤乳猪吧，不一样，对不对？卡式炉就只能煮汤煮饭，你不能够拿去拿去烤一个恐龙或者烤一只大象，不行。烤恐龙、烤大象，那你要更大的东西。所以说，每一个人他在这里面所产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一些很有钱的人啊，比如说马云之类的世界富豪，他的一个灶台就是天下无敌的大啊？也不是，因为他是做精致料理的，所以是说啊，他的柴火或者是他的其他东西啊，就变得是说，他可以产出东西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要煮什么菜，那也是要看你这个人，你有多少技能，你有多少竞争力，才能够决定你能做什么菜。每一个厨师都会煮饭，但是饭煮出来好不好吃就不一定。这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去帮你们去处理这个元成功的时候啊，针对灶台部分啊，第一个确定水新不新鲜啊，水不新鲜我就换新水啊，就换新水。那第二个就是柴够不够，柴有些是湿的啊，湿的柴我会帮你换干柴。那就是说，接下来你的灶台能不能生火？有些是积灰积很多，积灰积很多，有时候是反映你心理状况，就觉得我靠这个事情我吃一辈子，我不需要改变，我不需要去做什么特别方法，我只要做这件事情就过一辈子。那通常你的竞争力越来越下降的时候，你后面里面积的那些木灰啊就越来越多，那积木灰越来越多，是不是你的火越来越不旺？你说你其实你赚的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说啊，在帮你修灶台的时候啊，通常有灰我帮你弄出来。那当然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刚看到的后院了，后院基本上如果你堆满厨余，那么你这边会充满了一些老鼠啊、蟑螂都会有。老鼠、蟑螂是会产生的，产生不是因为它真的有老鼠灵或是蟑螂的灵，而是在于是说你自己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它形象出来是你自己的一些懒惰的怠惰之心，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些所谓的蟑螂、老鼠、偷吃的蛀虫。这是你自己心所产生的。所以你不但是你这个人，你也是元成功里面那些宵小。都会有，好不好？都会有这状况。所以说啊，元成功在整理的时候啊，我们对厨房用心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厨房用得好，那通常我们的收入会比较稳定一点，甚至还有成长的空间。但是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人生的规划啊，要去做。老师给你的是帮忙整理，不是我整理完之后你突然发现新大陆，然后你就突然可以研发出核融合的技术啊，不是这个意思。人的话，我是研发我自己就好，跟你研发干什么？对不对？因为我房子不大。好不好？所以元成功啊，这个厨房事情我们在这边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留言给老师知道。那我们看到饭厅哈，有些人的饭厅是分开的，有些人饭厅就直接在大堂吃饭了，不一定啊。饭厅不是一个绝对会存在的地方。那有饭厅的状况之下，通常代表的是说你的福报是不是够多啊？有饭厅有贵人哦，在这个状况之下，贵人很多种啊，有的是内贵人，是外贵人。客厅大部分是外贵人，就是你的外部的东西。那有些在饭桌里面，有些就变成亲族啊，就比较密集的亲族，或者是闺蜜，或者是兄弟，好，在内堂来食用的状况之下，哦，那就是你的内贵人。好，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但是如果老师发现了，也要把它整理好了。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好，这内贵人就是用餐的地方。那过去的这个地方是女眷或小孩用餐的地方，因为那个男生啊，就才能去外面吃饭嘛，那是过去的封建时代了，那现在当然是没有了，好吧？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有这个会客，只是说我们这辈子有其他缘分，或者是你之前有其他因果，好，那有跟没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好，我很确定就是说，我们的元成功里面不会有这么多小朋友，有太可怕了，好不好？没有，一般来讲是没有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书房哈，书房一般来讲啊，就是看我们的一些学士或是一些文昌的路好不好走。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书房？不一定。那也有人本来没有书房，但是这辈子因为透过他自己的意念跟他的一些坚持、意志力跟企图心啊，他的元成功也会产生书房。就产生书房的他最大的主要原因是说他想往上丰富自己的学识内涵。但是啊，人不是只有念书，有些人是靠工科的。工科的话，他的书房样子会不一样，还有旁边会充满工具啊，或者是一些研究的实验设备都
都有。老师是有看过实验设备的，但后来他还告诉老师说，他其实他的那个博士的主修有另外一个，因为他双博士，他有一个主修就是化学，所以说他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化学的实验室。但是他后来有没有做化学？没有哈，他去做其他的东西。所以是说，他就书房他就分两边，一边就是有化学的，另外一边呢就是文房四宝啊，就是有书架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看你的元成功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书房，我们通常会把你桌子弄干净。桌子不是都会干净的，很多人桌子天生就是乱的啊，乱的上面堆大堆有的没的，有的堆漫画书，有的堆成人杂志，对不对？就是那种 Playboy 之类的成人杂志。那也有去堆一些什么呢？也有人去堆一些他自己的小说啊，不是一定啊，有人是做他旁边会堆一些漫画书等等之类的。堆什么都可以哈，没有说好或不好，你不是一定要去堆什么四库全书啊，或者是莎士比亚才叫好啊，没有，你堆进去的是你有兴趣的东西，你想对这方面去研究的东西，那有这方面去研究的时候啊，代表你对它的兴趣是高，你可以在这边得到你的快乐，那当然是好的啊，没有学问是不好的，只要是对人有一对，自然自己学习的开心的都是好的。所以说老师真的是有见过啊，画漫画，但是他实际的工作是医生，但是他里面是画漫画的啊，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小时候很喜欢画漫画，只是因为父母要求他，你必须要当三师、律师、会计师啊，不然的话，我们你一辈子就完蛋了。所以说他就放弃他的漫画事业，但是他很喜欢画漫画，就画给自己玩，或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他画给小朋友看。那这个都是有兴趣的东西去做。那他如果变成他是漫画家，他成就会发展很好，不一定。可能画得很开心啊，画得很畅销，也可能不畅销，但是自己开心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老师在帮你整理的时候啊，通常做一些桌子下先整理干净，然后呢，文房四宝有的话，我们会给你换新，有些的毛笔是不好的，那么我就把你换掉啊。有些墨是干的，我会给你加水啊，帮你研墨啊。有些东西你想在考试之前呢，那可能帮你塞一些四库全书啊，或者是一些论语孟子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把你塞进去。所以说，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会帮你的书房做一些不同的准备，按照不同的状况，有些人你已经是成年人了，甚至你已经50、60岁了，那还是可以帮你做一些整理，至少你自己心境澄明，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学无止境啊，没有说你今天60、70岁，然后你觉得学习是一个你不需要的，这辈子就这样了，你都退休了，没有。老师也有见过那80、9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还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的热情。虽然隔2年他就已经见上帝了，但是他到了这最后一刻，他还在想，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看到，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过，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完成。但是呢，他不后悔，因为他要的只是完成，是说我能做的事情，我尽量去做，我对我自己人生无悔。那这老师是有见过的。所以说每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生命的热忱跟他的感悟啊是不一样的，就看你自己要给自己什么样的定义，你的元成功，你的人生的色彩就会产生不一样。老师刚才有提到，我们的元成功里面会有亭台楼阁、轩窗罗网，但是有没有可能这种假山的状况会存在呢？还真有，我告诉你，这个还真有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是什么状况？目前为止啊，还没有探查出这实际的一个逻辑，因为他可能心中有他的秘密存在啊，所以他这个事情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去讲，那他就会变成一个假山，然后让我们无法靠近，那甚至是撞上去它会发生巨响的状况是会有的。但是呢，老师从业这么多年其实看到的次数屈指可数啊，真的是屈指可数啊，就是你可能不到10个人我发现他是有这样子的假山就是盐山，或是他有一个秘密的地方那个东西进不去就进不去，好吧，那没办法的事情。元成功里面会出现花轿呢，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啊？答案告诉你了元成功会出现花轿但是它只出现短暂的时间，就是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会有花轿，但是呢之后可能就没有了。那这个不同信仰或不同国家人会不会有其他的，也会有婚车或是什么状况都会有但是它消失的速度很快，因为婚礼结束可能新婚不到3天5天之后它就撤走了一般来讲有，这是很少见非常少见。有没有其实对人生没什么影响，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变化而已。水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其实老师在看整体里面水池有的人不多通常有水池的人我们见过比较多的案例是说他在过去他做过很多大善之事，或者是说他有做很大的功德之事，比如是说他是救人除瘟，就是瘟疫的时候救很多人或者是在火警救人，在很多状况之下他就修到了很大的一个福德。那这个福德通常就把它累积起来，让他生生世世都可以慢慢的去取用。你能不能够取用里面的福德，取决于你这辈子的心魔有多少。这个老师一直在讲，你心里垃圾太多，你拿不到你自己的福德的。那么问题来了，元成功它是不是只有1层楼？它有没有可能像这样是2层楼的？哎呦那也不少见楼层多代表就是你之前的累积的比较多，所以它改建起来比较大像这样的它就有比较恢宏的状况也是有的。那有些不止2层楼，有些整个城堡有些整个城堡，那城堡的状况之下，它里面有好跟不好就不一定不是楼大就好
楼大则是你过去的功德可以累积起来，或是你过去的一些贡献，对世间的贡献，对众人的贡献，所以你可以起这个高楼。起高楼不代表你能够撑得起，只是说，当你能够越努力在这一辈子去奋斗的时候，或是更加助人的时候，它里面能容纳的福报也就越多了。因为我们看到财库财库一般来讲，就像这个状况来讲是上锁的就是即使老师把你带看的时候我也进不去说实在，谁也进不去。财库这个东西是成功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它一般来都是锁的，没有人可以进去。而里面装了什么呢？不知道有些人里面装的是金银财宝，有些人装的是地契，有些人装的是他这几辈子里面最珍惜的东西，所以说它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那唯一老师可以帮助你的地方是什么？它不能整理，只有老师在每次端午帮各位补财库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就会把财气想办法，就是说送到门口，由公公公婆他们自己想办法把它运进去，因为他们才有这个实力进去，他也没办法打开给我看，这是没办法的。说财库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只能靠自己，你要去怎么去累积它，就看你的福报，还有你自己把它变为财富的方法。而老师在一般来讲，每年的春秋两季在办的这些礼斗，也就是说我们五方朝元的法会它的财气就不是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财气的地方最主要是传在前堂，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厨房这个地方会给比较多。那有一小部分也会进到财库，不是在这个状况是比较少的，因为那个在补礼斗的时候主要是让你元成功跟它的一个能量值，那它就不是主要是进财库。进财库就是端午节的五路财神补库法会通常才会进来。所以说财库这东西进不去，好不好？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自己的财库我也进不去。这个即使我自己的财库我是有牌照的，我也不能进去一切事情就由天来去决定，是说你能不能动支里面的财富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元成功元成功的释义基本上老师这边还是说一下别人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老师这边要说清楚一点，就是说一般来讲元成功我们在看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自由的下来去看的。一般来讲你要进行这个仪式你是必须要有在特定的环境之下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签证你才能够进得来的，也就是说神明是同意你进来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你要进入一个学校里面，你是必须要你有学生证你才进得去。那你毕业了如果没有学生证能不能进去呢？就不一定那个警卫可能就不让你进去了，因为你不是在对的时间就要对的地方，哪怕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那你也不能够随意的进去，因为这要维护它的一个公平性。所以是说基本上你自己要影响你自己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身心灵能够去做维护的时候那你元成功就会改变，你不需要自己来改。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有没有可能它是一般的所谓的通灵，它可以这样元成功呢？是有可能可以进来的，你没有签证你也是可以进来的状况也是有的，但是那个状况就变成是有点像偷渡了，因为你没有这个签证你没有这个资格证，没有这个通行证你也没有被神明授权然后你来看别人元成功那这基本上偷看偷翻墙进来这还是会有的。那翻墙进来要么就被别人消灭，要么就是你就真的在里面乱搞一趴。那基本上因为你没有签证所以说你要去整理元成功是比较难的所谓的通灵老师其实他说他可以整理元成功我抱持的一个保留的态度了，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神明的授权。那你既然偷渡进来的，那请问里面的公公跟公婆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他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指示去办事呢？没有，那你给的钱他为什么可以收到呢？你写的书文为什么算数呢？说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台湾比较多是庙我们的一些神庙或是公庙之类的，他们去做这个仪式，那这个成功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他们是有神明手下去办事的，所以说呢，那只要这个法师是 OK 基本上他是可以帮你整理好的。但是其他的老师抱持的怀疑的态度真的是比较难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有通行证的。那么修了之后呢，他修了之后我们通常是要去付出代价的付出代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今天要换门换锁，或者把你东西整理好，它的每一次的价码都不一样。那这个价码跟我们所付出的那个给老师的钱一不一样呢？基本上是不大一样的不大一样的，因为我们要给他的钱不是所谓的什么人民币新台币或者美元不是这个在元成功他们有自己通行的货币也不一定是所谓的三圣经，比如说福金、寿金、卦金、天公金都不一定他要求状况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我们要给他的东西要商量他给他多少钱多少两或者多少什么东西这个是商业状况之下。
那很多时候啊，就是变成是说，你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师去跟他商量的时候，第一个你可能遇到别人漫天开价，就说你要画东西啊，10块钱的别人的1万块啊，这个也是会有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公共部门本身也是人呐、人进来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些的想法跟私心啊，那所以是说他就有可能就给你哄抬价格。但就第二个就是拿钱不办事。那我们这些法师啊，基本上拿钱他不办事啊，也是状况是会有，但概率比较低啊，还是有一些死皮赖脸。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申诉了啊，申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基本上他们拿了钱啊，就还是要办事的，因为人在做天在看呐、那个连成功也是一样，你收了钱不办事啊，那以后你回得了灵界嘛？你他妈的你自己下地狱了，我告诉你真的。所以说有没有牌啊，有没有这个资格或者神明的授权啊，来进到别的元成功啊，这个是有比较不一样的事情。那还是一件事情哦，老师帮你修元成功哦，那是给你吃维他命哦，这是给你一定的帮助，但是它能不能改变你的人生？有些状况是可以的，就是你本来就想去做一些改变，只是你现在的心理能量不足，或者是你现在的一个机缘还没有很成熟。但是你一直有这个野心，那你今天会找到老师或找到其他的师傅啊，基本上就有可能是这个机缘，然后让你去推一把，然后让你去快速的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或是改变你现在这个现状，是会有的。所以老师也有一些的贵客啊，改了之后啊，不是发财，就是他解决到他其他心里面的问题，或是他一些表征上的问题，这个我不能在公开的地方乱讲话。我指的是说啊，就像维他命一样哦，有吃有好。那吃了是不是就能够长生不老？也不会啊，也不会，就是给你一定的帮助。还是一句话，你不找老师元神功可不可以改？可以改。你不找老师，你元神功也可以改，靠你的行为改，靠你的心情改，靠你的行为模式去改哦。还有靠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些动力去战胜你自己心中的那个心魔。找老师那个是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你自己给自己的鼓励，给自己的野心跟动力，还有你愿意这个想法，它其实才是你真的是怎么治本啊，不是只有治标。你本都做好了，你从心里面跟行为上都改变了。你本来就是说啊，我非常不喜欢做这个，但是呢，为了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成就什么，我要改变什么，所以说我自此开始呢，我戒烟、不赖床、不酗酒、不赌博，这个状况都会立即的改变你元成功的状态。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改练习，放下你自己那种仇恨跟你的心魔的时候，元成功几乎都是立刻改变的。你改的速度比老师帮你改还要来得快。自我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永远是强过于我们法师帮你做的准备。这个老师再三跟你强调，不要嫌我啰嗦。我要帮你的是让你这辈子幸福。你付我钱关照我的生意，我很感谢你，但是我更希望就是你今天看到我的影片，你不用给我钱，你都改了，让你自己幸福，那么这个功德也会到我这边来。那如果结果我听你的服务，你心里的问题也解决了，而且你真的发心愿意去改，而不是说我今天听得很感动，然后3天之后我回到原来欲寻故我，那这有点可惜了，对不对？老师希望这辈子只做你一次生意，因为一次如果你就能够获得幸福，那就是老师最大的收获。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